肖美琴副总统，各位友邦的元首与贵宾，各国驻台使节代表，现场所有嘉宾，电视机前还有线上收看直播的好朋友，全体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好。我年轻的时候立志行医救人，我从政的时候立志改变台湾，现在站在这里，我立志壮大国家。您现在看到的是5月20号，也就是昨天中午11点，在中华民国总统府门外举行的第16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中间的就职演说环节。由于海峡两岸长期的分裂分治啊，长期对峙啊，所以每一届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中间的就职演说环节都分外引人关注，因为大家都想听一听新总统说了什么，尤其是关于海峡两岸的定位啊，事关未来4年到8年海峡两岸关系的走向。所以啊，不仅仅是媒体关注啊，世界各主要大国的这个政府啊，也都分外关注啊。所以昨天据说有几十家中外媒体啊，云集在中华民国总统府门外进行报道。说句心里话啊，我呢也很想去现场啊。作为一个新闻人，遇到这种大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希望能够到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并且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啊。你想，4个月之前，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在1月13号投票的时候，他击败了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击败了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我当时就在现场见证啊，所以他们的胜选之夜，我就在现场啊。当然了，这4个月之后，这已经是物是人非啊。我呢，现在已经被中华民国移民署裁定5年之内不许踏入中华民国的国土范围。当然，现在啊，这个事情也没完啊，我还在告他们呢。但是毕竟我在打官司之前，胜选之前我是不能去台湾了，所以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今天我就只能坐在东京的演播室，给大家分析一下赖清德总统啊他的就职演说里面的到底都意味着些什么啊。我以无比坚定的心情，接受人民的托付，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我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肩负起带领国家勇往前进的重责大任。应该说啊，台湾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还挺复杂的啊，因为昨天我全程看了整个的总统就职典礼啊，因为相对来讲，大陆啊相对比较简单。大陆呢，就是开两会5年换届的时候啊，底下坐着几千名人大代表啊，然后呢，国家主席摁着一个宪法，然后宣誓一下，这就过去了，没有其他的典礼程序了。但台湾的这个典礼程序挺繁琐。我看一下，昨天的8点45的时候，蔡英文啊就在台湾的总统府了，开始接见外国元首。因为这次啊，台湾呢，他总统就职的时候也邀请了很多外国元首来参加嘛。台湾现在还有12个邦交国，当然这些邦交国都不大啊。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阁下。那这些邦交国的这个元首，很多人都来到台湾来参加了。那么蔡英文作为总统的最后一项职责，就是在总统府以总统的身份接见这些外国元首啊。然后紧接着，这萧美琴就坐着黑色的轿车来到了总统府，先来。紧接着呢，赖清德夫妇也坐着一个黑色的轿车就来到了总统府啊。9点钟一到，蔡英文啊跟着赖清德夫妇还有这个萧美琴啊一起就步入到了总统府的2楼的大礼堂。这总统府的2楼大礼堂啊是总统府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举行仪式的场所啊，总统就职典礼啊，还有会见一些重要的外宾呢，有的时候都在这里啊。那么进入到这里头之后，就要在这里举办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那么紧接着先上去的是蔡英文，蔡英文要卸任嘛，他走到台上啊，面对孙中山的画像，
他唱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歌。说起中华民国的国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中华民国的国歌早期是国民党搞的，因为国民党早期是党国不分嘛，所以他搞的这个国歌唱起来听起来像党歌，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尽大同。你想想这歌词是吧？后来台湾政党轮替了，很多人就说这个国歌不合适，应该修改成我们伟大的台湾什么之类的啊。当然了，这个后来也没有修改成，因为你这修改了，大陆说你要是这么改的话，你就搞台独，那可不行，是吧？所以台湾现在也没敢修改这个国歌啊。但每次唱这个国歌的时候，对于民进党的人来说，无比痛苦。你想想，你让民进党的人唱三民主义，无党所宗，那他心里什么？那肯定是五味杂陈，是吧？不是滋味，是吧？所以每一次遇到这种典礼的时候啊，这民进党的这些人唱国歌的时候，有没有唱全，唱了哪几个字，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你就像昨天蔡英文在上面唱的时候，那赖清德在底下也得跟着唱啊，也得哼哼呢。有人就发现了，赖清德在唱到三民主义，无党所宗的4个字，他把嘴闭上了，他没哼哼，他内心不认可啊。但是后来在11点之前，就职演说之前，也有一个环节是唱中华民国的国歌。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因为是万众瞩目，就他一个人了，对吧？那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他呢把三民主义，无党所宗这几个字都念全了，都唱全了啊。所以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蔡英文卸任完之后，紧接着赖清德就要走到前面去啊，来就任这个仪式啊。就任仪式的环节，首先就是一个宣誓，向全国人民宣誓，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检视宣誓人赖清德。他宣誓完了之后，副总统的这个萧美琴也上去进行宣誓啊。宣誓完了之后呢，就是要有一个印信授意环节。按照台湾的这个法律呢，要由立法院长来给赖清德授予印信。那现在的立法院长就是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韩国瑜走到台上之后呢，为赖清德授予了3个印玺。授予中华民国之玺，授予荣典之玺，授予总统之印及总统之章。这3个印玺啊，有点来头啊。一个叫中华民国之玺，一个叫荣典之玺，一个叫总统印章。这3个印玺啊，都是当时国民党啊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其中这个中华民国之玺啊，是雕刻于1928年到1929年之间。当时呢，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啊征询这个材料嘛，想要做这个印玺嘛，就找到了2块缅甸的翠玉。这2个缅甸的翠玉呢，一块就雕成了中华民国之玺，另外一块就雕成了中国国民党之玺。那后来1949年的时候，共军就把国民党赶走了，因为当时这个中华民国之玺很重要啊，所以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府里还专门有个长玺官，就专门负责看管这中华民国之玺的啊。这长玺官啊逃到了香港，逃到了香港之后呢，可能也是对中华民国在台湾呢没有信心，就不愿意来台湾。后来蒋介石就密令自己的手下，到了香港之后拿到了这个中华民国之玺啊，坐着军用飞机转到这个海南岛，然后飞到了台湾。据说啊，在海南岛啊那2天2夜的时间里，这2个人呢每天怀里抱着这个中华民国之玺啊。你想这中华民国之玺就是中华民国的传国玉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面啊。到了台湾之后交给了蒋介石。所以1950年蒋介石啊，这个重新赴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重新启用了这个中华民国之玺。这个之玺据说平时啊都放在了台湾的一个地库里看着，看得严得不得了。
这些年解严之后啊，慢慢就放到总统府的一个保险柜里头了。遇到这种大事的时候，韩国瑜把这个印玺交给了赖清德，表明赖清德就算是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啊。第二个印玺呢，叫做荣典之玺。这个荣典之玺呢，是1931年在大陆雕刻的，它是一块和田玉，所以你看那块玉石了吗？它是白色的。那么也是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它的用处主要是一些授勋呐，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仪式的时候使用啊，但它不是正式的国玺。那么第三块就是总统印章，这总统印章呢是1948年是由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铸造的，是一块银质的，看起来也很大啊。那么没搞好多久之后呢，这国民党就被赶到台湾去了，所以就带到了台湾。这三块之玺呢，前不久台湾都把它列为了国宝啊，因为这都是从雕刻到现在使用的时间也都差不多快100年了，也都成文物了啊，所以用的时候呢也都是小心谨慎的。它不是我们这种正常的盖印，是把那印上刷上印泥之后，你把这文件贴到这上面去，然后有这样一个印啊。赖清德接受了这三块印玺之后，就算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的第16任总统。紧接着他就开始颁发总统令啊，就任命自己的行政院的院长、副院长，也包括一些部会首长。那么他们呢就换了一个大厅进行宣誓。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总统府门外那就开始搞这个庆典活动。庆典活动也挺有特色的，天上是飞机啊，飞机上还拽着这个标语，下面呢就是台湾国军的礼宾队啊，那个头盔啊，那个枪啊，搞得闪亮，还挺好看的啊。11点的时候，赖清德就走到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府门外，开始搞这个就职演说。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也将最温暖的掌声献给小英前总统。Let's welcome President Lai Ching-te and Vice President Xiao Bi-khim with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这就职演说啊，其实有2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啊。一个呢，我是觉得赖清德昨天的这个演讲，整个这个过程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流畅。你相比于蔡英文啊，蔡英文的演讲相对来说比较流畅。蔡英文还是一个比赖清德啊，就是遇到这种场面的时候，他还是怎么说呢？经历过更多吧。赖清德可能昨天是有点紧张，前面有提示器，所以中间停顿的次数有点多，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昨天的这个现场风比较大，所以赖清德呢那个头发老是被吹到前面，挡住他自己的眼睛，他不停的拨浪啊。我个人觉得赖清德昨天搞这样的仪式的时候，那头发还是应该打点发胶，做个定型，因为你定型之后啊，你再有风吹啊，就不太容易把它吹散了。毕竟是就任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头发老是被吹下来，总而言之看起来不太好。然后呢，现场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其他的政党负责人啊，柯文哲也去了，媒体就发现了，说柯文哲在打瞌睡，是吧？打哈欠啊。然后呢，朱立伦没去啊。然后呢，国民党这些人一开始说都不去，后来那个卢秀燕说那我得去，最后呢也有一些人去的。那蒋万安也去了啊，在现场啊。所以大家都在听赖清德的这个演讲啊。赖清德的这个演讲啊，我昨天听下来之后，我的总的感受啊，这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推销的务实的台独主张，我这么概括的啊。为什么这么来讲呢？大家来听我分析一下。首先最重要的一点，赖清德在昨天的演讲后面来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有主权才有国家。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由此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句话啊，这是民进党长期的主张啊，大家也不奇怪。但是说到了这个总统的就职演说里头来讲，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人说了，蔡英文实际上也说过这句话，但蔡英文在2021年的国庆的时候啊，讲过这段话。他首先国庆的演讲跟这个总统就职演讲，它重要性还是不太一样。而且呢，蔡英文后来实际上对他这个主张还做了一些修订。
他改成了两岸之间互不隶属。那么两岸之间的互不隶属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你两岸之间的互不隶属，你基本上还是一个国家范围内这样的一个描述嘛，它描述的是治权嘛。应该说啊，两岸之间互不隶属，如果你从治权范围内来看的，是个事实，是个现状。但是为什么说赖清德的这个不一样呢？大家听一下他怎么论述啊。赖清德的论述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大家听他这三段论啊，这三段论我为什么说非常严重呢？是因为它其实描述的不是治权，它是主权。他讲两岸之间互不隶属，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你管不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也管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描述的就是在主权上来讲，我们就互不隶属，那这就是相当于独立了嘛？这非常清晰啊，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论述台湾跟大陆之间互不隶属的，所以我就说，赖清德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是第一次台湾的领导人在主权上论述大陆和台湾互不隶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在最后也讲到了，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皆是我们自己或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就让我们不分彼此，大家一条心，大步走向世界。这个说出来之后，当时台湾社会也有很多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啊，那中华民国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没有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一个国家，更没有台湾这一个国家，台湾只是一个地理名称嘛。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台湾上升到一个对国家的描述来讲，严格来讲它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所以很多昨天的台湾政论节目里头就是讲到，说赖清德刚当上总统就已经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了。赖清德总统今天的就职演说提到台湾也是国家的名称，也提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这都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那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如果他要这个推动往台独的方向，建议他要修宪，不能够用中华民国宪法却完全都不遵守。当然，赖清德在我看来啊，他内心实际上也不太认可中华民国宪法。他过去不就讲过吗？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呢，对吧？他内心实际上认可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不过中华民国宪法现在不能丢，因为如果丢掉的话，大陆有可能会打，两岸之间有可能会发生战争，所以中华民国宪法还得放到这儿。但中华民国宪法中间对他描述不利的，他也不提。你比如说，中华民国宪法里头讲到两岸人民管理条例、关系条例，在国家统一之前，因为中华民国宪法里头有增修文条款嘛，那主权是涵盖整个中国大陆的，那他是不会讲这个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赖清德内心对中华民国宪法是不认可的，所以他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其实也不奇怪。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赖清德在整个就职演说过程中称呼大陆是一律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用对岸或者是大陆这样的称号，或者是北京当局这样的称号。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所以他是非常清晰的把大陆和台湾定位为两个国家，这是赖清德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就是想这么做。
也包括他最后他还能壮大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等等这些话啊，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内心自己发自内心的呐喊。所以啊，这是我对赖清德啊这个就职演说的这个我自己的观察吧。应该说这个演说一结束啊，那立即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啊。首先，台湾的股市啊，听到赖清德讲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的时候，那个股市就直接往下掉了，尤其是观光类的股份呢，很多都跌停了，因为大家可能就会对新任的总统之后啊，开放大陆客到台湾旅游没有信心了嘛，对吧？紧接着很多人也批评这赖清德的这种话，说赖清德在搞两国论，比如说马英九办公室的人是吧，就说这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这是把台湾置身于兵凶战危之间，这是不负责任的。很好奇，美国对赖总统的这次的就职演说是否事先知情并支持？如果美国事先知情并支持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对未来台海的这个关系会非常的担心。呼吁赖清德总统要以台湾人的福祉为念，放下意识形态，修正昨天就职时公开宣示的新两国论，不要自误误国。那批评的非常激烈啊。那大陆这边的反应呢就更强烈了啊。大陆这边首先做出反应的是大陆的外交部汪文斌。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更改变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一天终将到来。汪文斌的这句讲话有一点都被媒体普遍捕捉到了，说台独是死路一条，这个非常强硬啊，这大家都看引用了。但有一点我觉得被很多人忽略了，就汪文斌讲到什么呢？他说不管你这台独怎么折腾，都无法改变的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是意味深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当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啊，我们对台湾问题，或者说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啊，实际上有个三段论。这三段论那就是说这个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那意思言下之意什么？你台湾你其实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但是后来在两岸之间啊互相交流之后，那不是关系好了吗？于是就有了一个9·2共识。这9·2共识就叫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示就是什么呢？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啊，但是关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双方认知各有不同。也就是说，你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我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反正互相之间，我也没有去否定你，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就叫9·2共识啊，就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啊。但是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之后，大陆在9·2共识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胡锦涛跟连战之间的时候，当时搞的那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个论述的时候，是没有讲到大陆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但是现在等于大陆的立场又退到了那个在两岸谈判之前的那样一种立场。那意思就是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你将来要是跟我谈，你也不是跟我可以就两岸之间的代表权问题可以进行谈判的这么一个政治实体了。你就是特区，你就是这个特别行政区，不太可能还有其他的选项了。因为过去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至少在形式上还保留了一个开放性。就比如说，两岸假如说未来可以统一的话啊，那么这是不是可以搞联邦制啊，或者是邦联制啊？国名是不是改成一个既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叫中华民国
这样的一个国民呢，都有可能，因为在形式上保留这样一个开放性嘛。但现在大陆的这个表态，应该说把这些的选项都排除掉了，所以外交部的这个发言是非常之强硬的。紧接着下午在将近5点的时候，国台办也出来了一个声明啊，说赖清德暴露了他是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啊，以外卖台，是吧？非常非常严重啊，也是谴责啊。那么这个怎么看啊？赖清德的这个演说啊，我个人觉得啊，在赖清德这次就职演说之前，很多人都说赖清德会走蔡英文路线，因为蔡英文啊，在8年前当选总统的时候啊，他当时这个总统的就职演说，大陆呢曾经说过，这叫未完成的考卷。那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不太满意，但是可以接受。我一直也认为，蔡英文呢是中共可以容忍的台湾的最大的底线，或者最低的底线吧。但是现如今呢，应该说赖清德是大大突破了蔡英文的这个底线，因为蔡英文严格来讲，他不是一个标准的民进党人呐，他是李登辉路线的继承者。当年李登辉的两岸路线都是蔡英文参与制定的嘛，所以蔡英文早年也不是民进党的党员，但赖清德可不一样，赖清德是一个标准的民进党的党员，他自己早年就说以把台湾建设成一个正常国家，一个正常的独立的国家为己任，这一点他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在就职演说中基本上也把他的这个心声给喊了出来。但是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啊，确实挺危险。虽然说啊，这个赖清德这个就职演说啊，肯定是经过美国人同意的，因为美国在赖清德就任之前派了2个高官到台湾提前进行了访问，肯定是审这个稿子的嘛。而且啊，就昨天的时候，布林肯第一时间就通过公开声明的时候，还祝贺赖清德，而且还称赖清德为台湾的总统。那你想想，所以美国肯定是对赖清德这个演讲稿啊过目过，而且呢也首肯了，至少是默许了啊。但是未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未来我个人觉得，那肯定意味着海峡两岸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啊，因为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底线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是必须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一个国家，那大陆的反分裂法不放在那儿了吗？是吧？那反分裂法就意味着它要武统了。当然它不一定马上武统了，但是说从大陆的法理角度来讲，你台湾就超越了它反分裂法的底线嘛。当然最终啊，要解决台湾问题，那肯定取决的是中美这2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啊，就是中美这2个国家的力量对比。一旦大陆要是认为啊，在某一天在台湾海峡领域内啊，它即便是对台湾动武，美国也没有胜算的时候，那或许啊，它就可以在台湾通过武力的方式啊来解决台湾问题了。我相信啊，台湾现在很多人肯定是不相信大陆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包括在赖清德这次就职之前的一天，我看了 BBC 啊采访了蔡英文。China's military is vast.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s extraordinary. Taiwan has very few formal diplomatic allies. It doesn't have any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in the region, China actually feel the pressure because it's not only military is a concern. They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a war may cost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is such that it may probably dela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years, even for decades. So, if you are a leader of China,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aking over Taiwan, or your continuing grow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可能大陆权衡之后啊，可能也会放弃武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个人觉得，无论是蔡英文啊，也包括赖清德啊，可能对大陆啊想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啊，都有点低估了。我个人觉得，大陆的领导人呢，要想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付出经济的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他们不会因为丧失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啊，就让台湾独立啊，他可以接受。
这里头最重要的需要考量的因素，实际上就是美国，就是大陆能不能在动武的时候啊，美国不干预，或者美国即便干预啊，也没有胜算，这是大陆最重要的考量。至于经济发展这个因素啊，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当然，我说这一切啊，并不是说我要站在大陆的立场啊，来要主张武统台湾呢，我自己没有这个意图啊。无论是台湾独立与否，我自己都能接受啊。但是我有一点我是希望的是，两岸之间啊，不要走到这种战火对峙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一直说过，两岸的这个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啊，应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政治智慧啊，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政治分歧。那么这个解决政治分歧的时候啊，他不仅仅对大陆，也对台湾的领导人都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就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避免啊这个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最终走到那个军事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局面里面去。但是现如今啊，看到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演讲啊，确确实实我们作为这个海外的华人呢，也是为台湾社会啊揪了一把心。不管怎么说啊，我看完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啊，我还是祝贺他能够当选中华民国的第16任总统。我也希望他能够带领台湾2300万人民呢，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能够为台湾的老百姓谋求更大的福祉。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跟移民署说一声啊，我们未来在起诉他们移民署的时候啊，一定要秉公执法。如果台湾的这个法院啊判决移民署败诉，也应该要不折不扣的予以执行，以便呢我将来也能够到台湾呢再做更多的采访和报道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如果他要这个推动往台独的方向，建议他要修宪，不能够用中华民国宪法却完全都不遵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